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这个大叔中文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这位来宾呢，是个中文老师吗？还是个这个好像是不是啊？我是一个营销总监，但是我在一个普通话学校工作，对，所以不是一个老师，真的。那他是个总监，我们从来没有访问过总监啊，所以就今天机会难得，我们邀请到 Max， 对，我觉得要学一学啊，因为市场营销总监正好。我们让他教教我们怎么给大叔怎么推广因为大叔需要一些这个应援的一些经验，需要 Max 教导我们要开学校了吗？对，大叔中文。我今天是一个老师。我跟你说，刚好上一期采访了一个开学校的院长，今天刚好采访一个运营的这个，对，结合起来。我觉得你们的 YouTube 频道比较好，现在你们有好多粉丝，所以非常好，大家。谢谢。对，那这个 Max， 我想先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让大家先认识你。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学校，然后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学校其实很有名哦，所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的学校。来吧。我的名字是 Max， 我的英文名字是 Max。但是我也有一个中文名字，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名字比较奇怪，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越奇怪越好，我喜欢奇怪的，叫什么？那我的中文名字是听起来我的英文名字一样，所以是马克思，很简单的。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个很奇怪，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是跟卡尔马克思是一样的，对，所以外国人觉得你的名字非常好，因为听起来你的英文名字一样，所以很容易。但是中国人的话说，那为什么你选马克思？这个很奇怪。所以我希望一起讨论后，你们能帮助我找到一个好中文名字。也可以，对，像马克思也很好，很响。你一说出来，因为马克思这个名字在中国人这个脑海里印象太深了，所以你说的话大家忘不了。对好，那对，就是你们的挑战今天可以教到。让我们给你取名字，是帮 Max 取个名字，好，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马克思的这个性格呀，他说话的感觉，我们挑一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了，把他这个姓改掉，改成麦就行了。麦克斯其实就很好听，麦克斯，但克斯还是听起来比较太外国西方，太外国，太西方，要一个更地道的中文名字，两个字就好了，是最重要。对，好的。最后我们3个艺人选一个字，然后看 Max 要不要选2个字，还是选1个字，好，组合在一起。好，那我那个 Max， 你先继续自我介绍，我们等一下跟你聊完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inspiration， 我们对每个人给你一个有点主意，选一选。好，对，我刚刚写完了我的名字 Max 是 Max Hobbs， 所以就是我的姓是 Hobbs，所以我不知道如果可以姓霍，对，咱们已经我们可以给大家留一个悬念，等到最后大家必须看完这一集，大叔才知道 Max 新的名字是什么。一个中国人告诉我。河马是比较好，但是我说河马是那个动物，不行。对，所以我说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对我已经想帮他选好姓了。他说 Hobbs， 他其实可以选霍元甲的霍，这个字挺好。霍是一个常见的姓，蛮 man 的，对，我觉得可以。或荷啦，荷叶的荷也有人取，不过荷比较女性化一点。对。我觉得霍比较好作为姓。对，因为我们先会找到一般英国人的那个姓，然后我们看跟中国的哪个姓有差不多的声音，所以霍我觉得很好。好，谢谢。我变成取名大赛了。查出赶紧写下来。你继续啊，对。
好，所以我来自英格兰西南方，我的家乡在 Oxford 和 Bristol 的之间，叫一个小城市叫 Cheltenham。常常外国人不知道 Cheltenham，所以我告诉他们是在 Oxford 和 Bristol 的之间，因为你刚说2个我都没听懂是哪2个，有名的。对啊！但是我目前就在伦敦，我在一家语言，以前是普通话学校，现在我们是一个语言学校，叫 LTL Language School 工作。对，所以就不只有普通话，还有别的语言是吗？现在别的，对，我们最近扩大了比较多。扩展了。除了普通话，还有对越南语好像是不是？对，越南语，我们有一个学校在越南，日语，韩语，对，意大利语，等等，对，所以我们越来越扩大，对，我们做的很好，最近。你们学校是线下的，对不对？线下是什么意思？线下有教室的那种，有教室，学生去教室里上课。对对。但是他们也有线上，也有那个 Flexi Class， 也是线上的也有。对，也有。对，就是我们的上网课的 platform Flexi Class。然后如果你要学习，比如说越南语，你可以来到 Ho Chi Minh City Saigon。跟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学校，对，我们鼓励别人 immerse， 最好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是 immersion， 所以你沉浸式的学习，对。我明白 Max 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学越南语的话，就到胡志明市去学。那比如说学普通话或国语的话，在台北或者大陆什么地方也可以学。大陆好像也有一些学校。对，就像你说到原来的语言环境去学。对。好像你们在北京、西安都有校区，对吧？北京、成都。对，在北京、上海和北海在南边有学校，但是在成都和西安有办公室。没有学校但是我们正在准备好。那很好。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问我们怎么去中国呀，或者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写一下在视频下面问，我觉得 Max 可以搞定。对，所以对我们在亚洲有学校和办公室，我刚刚说，因为我们扩大了这个规模以后，对。那个 Max， 因为你们在台北也有校区，对不对？所以代表着想要学习繁体中文的人是可以到台北的校区。对，都可以。有的学生要学习繁体的，有的要简体，都有。所以在台北和大陆，他们可以选。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台北要学习繁体中文是可以的。那 Max，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去这些学校学习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比如说他们是刚毕业的学生，然后有1年的时间想要去别的国家学习，还是说他们已经工作了，还是说是老人啊？什么样的学生？对，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但实际上都不一样，都真的不一样。所有的学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夏令营在台北和北京，所以有的学生是5、6、7岁，有的是小孩子对小孩子，他们的水平也非常好，实际上非常好。他们自己来，他们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跟爸爸妈妈，对从13岁后，他们可以自己来。夏令营的话，他们每个早上学习4个小时，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下午的话，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在台北，我们去长开水或者去淡水或者台北101，对，所以一个有意思的活动。对，很棒，因为这个学校带他们去台北最有名的景点，
像那个中正纪念堂、淡水、台北101，这都是台北最有名的景点，所以他们不只学习中文，还亲眼看到这些这么有名的地方，他们会对中文还有对中华文化更感兴趣。对，这个很棒。所以我们准备好，因为我们的夏令营一共8个星期，所以比较多，所以我们应该打算好多不一样的事情。Max， 我想问你，除了夏天之外，你们冬天有寒假吗？有冬令营吗？或有冬令营啊？真的有吗？没有冬令营，但有普通的课程，所以普通的课程，对，所以我们最流行的课程应该是我们的团体 small group class，大部分的学生选这个，因为我们的团体平均3名学生，所以很小，很小，因为小班课，对，我们觉得对中文来说很重要。说如果有一个教室有20个学生，他们在听老师，他们在写汉字，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机会说中文，他们应该说了，特别在 HSK1 的水平，因为声调和单词组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很小的团体。有的学生喜欢1对1的课，但是1对1比团体贵，所以对，有的其实有2个同学也不错，可以就是互动一下，了解一下。对，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就是为什么团体是我们最有幸的，所以觉得夏令营后，我们现在有好多学生在9月份和10月份，但是圣诞节的话比较少，因为每个人都在跟家里嘛，跟自己家人在一起，对，有学生，但是比较少。其实我很好奇，就是 Max， 你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你最早，比如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做这份工作吗？对，我的语言故事比较奇怪，因为我在上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对语言没有感兴趣，我真的不喜欢。是吗？Max， 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网页设计，但是我找到一个工作，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我很快发现我真的不喜欢网页设计。对，我总是对营销和市场很感兴趣，所以我在 YouTube 上自己学习，还有在推特别的社交媒体自己学习，找到一个工作，所以我现在有12年经验。那个时候你是就是突然看到了这个语言学校的机会，还是说你就是在找，你想去一个别的国家，找一个可以去别的国家工作的机会？所以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4年，当时候我在沈阳，在辽宁省，如果别人不知道，在东北，对，那离我老家比较近。你那个时候就会说中文了吗？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文的？对，2010，所以我开始在 LTL 的时候，所以2017年，但是3年以前我在中国当英语老师。先到中国当了英语老师。对，这个实际上是我的 gap year。那时候我学普通话的不多，但是我对普通话着迷了很快，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语言很漂亮。我在出租车里看到饭馆、银行、超市，我觉得我要知道怎么读、怎么说，所以我很快发现我要学习这个语言，但是因为我当一个英语老师，我在
一个外国泡，每个人都说英语，都在说外国人的泡泡里头啊。但是那个沈阳的话还好吧，因为沈阳说英语的人，我觉得应该可能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他们会说英文，他们都在一起。对，是的，没有机会说中文。对，我Max说好奇，就是你毕业之后先去找的这个网页设计的工作，但是你不喜欢，然后你紧接着就找了到中国当英语老师的工作吗？对，因为我要一边工作一边在中国旅游，因为我知道中国很大，所以我要发现别的地方，不是只在沈阳，我要去南方，对，香港、台北、西安、成都。对。如果我一边工作，我会赚钱。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其实当时工作一段时间觉得不喜欢，你想让自己就是从那个环境抽离一下，做些别的事情，去旅游，然后选择了中国。但是要去中国，你还得去赚点钱，因为做英语老师能赚钱，这样呢能维持你这个继续旅游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对，对。所以3年在沈阳做英语老师，对吗？不是，只1年。1年啊。对，所以我很快发现我不喜欢当英语老师啊。很好，Max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我喜欢在中国旅游，但是不太喜欢我的工作，所以1年以后，我突然辞职了，我回国，我找到别的工作在英国，这是一个市场总理的总监，市场总监。然后我一直在怀念亚洲，一直在怀念。我觉得我特别要住在中国做一个工作，市场总监的。所以我在2年后，我在LinkedIn找到了一份工作，在LTL 作为市场经理。很棒因为营销越来越是我的热情，还有我也发现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新的语言，因为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对，还有很难，是我的很大的挑战，我喜欢挑战。对，我很羡慕 Max 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跟他约好几次都没约上，也是他在全世界各地，对吧？去越南，去日本去台北，去大陆的城市，对，好多人说一样，我也非常喜欢。我必须说，因为我刚刚去台北和越南，在夏天的话我不喜欢，太热了，太热，对，是很热。我每天在空调上给我茶叔后面有空调开着呢吗？没有关着的我这里开着呢，我这上面就是空调。因为台湾还好，台湾老板说关了，我说不要太热了，太热了。那这个 Max 你在这个 LTL 也是负责市场的，对不对？负责营销的，对，市场营销嘛，总监嘛。那做这份工作的话，你平常的工作项目是什么？你要做哪些事情？其实我们做好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写博客文章在我们的网站。因为这个让别人找到我们在谷歌，如果他们在谷歌写搜索的话，对，我看你们也写了那个大叔 Mandarin 的那个 podcast，有一个文章有写我们。对，还有我们管理社交媒体，比如说 Instagram、TikTok、LinkedIn、Twitter、Discord、Pinterest，还有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的订户，创建订阅的那个用户给他们，对，还有创建资源，还有免费的资源，因为如果你们看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有好多 flashcards 如果你去医院饭馆里最有用的橙色，对他们做那个词汇那个卡可漂亮了，
就是那个图啊等等做的很好。对，我觉得很建议学生们哦，你们到 Instagram 的时候要订阅 LTL，我觉得他们的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对那个 YouTube YouTube 的也有，对啊，对都有，可以去订阅。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你看那个他们的那个 Instagram，你看一张图片，你知道就是 LTL 的。对，因为它那个黄色、蓝色很明显，对啊，是的。所以 Max 这些资源都是你做的，是不是？不，必须说我们的 Instagram 是 Marine 和 Octavia， 是有另外的人做的，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LTL 有应该2000粉丝，现在我们几乎有3万。所以就是他们的布置，不是我，所以对他们做的非常好。对，他是总监，他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去做呀，他要给底下人去安排活呢。对啊，让他们把今天的视频放在 LTL 上面，对，引流。对，因为我们做很多，现在我们的市场部有5个人，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只是我一个人，所以。当时候我必须选最重要的事情，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当时候我准备好多博客文章，因为好多学生在谷歌上找到 LTL 的品牌。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扩大了，我们可以找到别人帮我们工作，所以他们会。比如说，促进我们的 YouTube，或者社交媒体，对，我们的规模推销他们的媒体，对，所以我们做好多，我们的条件现在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普通话学校，在我们的市场部门，我们都会说普通话，没有问题，我们的水平比较好。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教别的语言，我们必须重新准备这样的不是免费，是这是对免费的材料，你们要再做一遍，对吧？要做成别的语言，不同语言的材料，比如说越南语的，人家在做一些越南语的这种 Instagram 的视频等等。对，等于说这个工作量突然变了好几倍。对，所以我们总是很忙，但是我们也教到别人帮我们这个是对吗？这个是对吗？因为我们不能说越南语，比如说，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现在，但是我觉得我们解决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有好多人要帮助我们，我们也有2个播客，跟有2个。大数差不多一样，其中一个不是一样，但是差不多。一样的话呢，再见吧。我们不是应该合作吗？不要求，开玩笑。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其中2个有一个叫做50事，所以我的同事 Hannah 选择这个名字。我必须说，起初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叫50是吗？50是吗？对，我觉得以前比较尴尬的，听起来比较尴尬。50不太简单，好像一半是英语，一半是中文，是吗？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博客的内容一半用英语，一般用普通话，所以他们用英语讲，然后我们的老师们和同事们说普通话，所以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提高听力很有帮助，因为如果Rihanna 是我们的台北经理，如果他说一个句子我不太明白，他呢通常用英语重复这个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让外国人能有助于外国人。对，有特别对这个初学者或者是有学了一段时间中文的学生有帮助。所以不太一样，大数中文是不一样没关系的，我们都我们不怕那个，因为大叔的英文不太好，我们不会说英语。中文。所以总结我们尝试
做好多事情，我觉得我们非常有趣，我们都想进步和成长我们的品牌和部门。对，是的，对，我觉得这1-2年来，我的确很容易很长就会看到 LTL 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些信息，我会比较容易看得到。所以我觉得 LTL 越来越大了，那个感觉。因为 LTL 它做的很好，它的品牌效应做的很好，推广的很好，像笨叔说的这个配色啊等等，对吧？而且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的东西，他们做的这种免费材料也很好，所以他们整体因为 Max 刚好是营销市场这方面的这个人才，因为我们大叔其实说实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做这个品牌，我们也想把它升级一下，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应该向 Max 取经，就是怎么让这个品牌做得更好。你有没有什么手段呀、方式，能不能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就3个人，对，我们以3个人这种状态的话，怎么能把它做得更好一点？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喜欢有趣的项目，所以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你们看到它吗？好可爱！对，这个吉祥物，对我看到了，对啊，你们好像是第一个学校就是做出来这个玩偶的，有一个吉祥物的啊。所以2年前我们创造了工作吉祥物，它叫 Lex the Lion， 因为 Lex the Lion 是 LTL Lex the Lion， 所以跟我们的品牌一样。对，那另一个呢？他们的颜色也黄色和蓝色的。对，他们一直小，所以他们很可爱。对，他们我觉得让其他人会更加信任的，因为看到 Lex 我感觉很舒服的。所以我们2年前创造了它，我觉得所有的学生非常喜欢它，因为 Lex 感觉我们很舒服。所以这个是我知道这个项目比较复杂，比较难，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创造一个吉祥物，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对，我们应该把那个做 T 恤吧，我觉得应该做 T 恤，把大叔那个印在 T 恤上。不是，我觉得咱们之前不是设计那个大叔猫，其实应该把它整一下出来，因为三个猫。然后不一样的特点，稍微弄一下，其实很好。对 ，Max 其实这个主意挺好，因为会有亲和力，大家一看到这个东西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最近你们都做得非常好，你们有好多不一样的人来到你们的频道，你们的媒体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听你们的频道，你们的博客，我非常喜欢。对，有的嘉宾会很有意思，有不一样的故事，对啊。所以如果你们一直发布很多媒体，我觉得你们有5000粉丝吗？5000，快6000了，快6000，对，快6000比较好，我觉得。我觉得我想设计一些 T 恤，就卖一些周边的产品，大叔的，我觉得可以。你们有人买啊？没有人买。我想穿在身上，然后我在路上走，我说 subscribe 大叔 Mandarin 这样。大叔中文有一个有颜色吗？有蓝色，我们是蓝色背景，对，还有网站吗？网站没有弄，没有网站，没有，还没有，对啊，对，我们打算做蓝色和黄色的。我觉得网站很重要，对，如果你们要促进你们的品牌，网站很重要。你的意思是这个这种 blog 博客这样写一些文章，对吧？关于 LTL 的网站，我觉得90%人找到我们在谷歌，不是在社交媒体YouTube，都在谷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对，90%都是。比如说我们以后推课程的话，有这么一个网站是更好的这么一个东西。对，我也碰到很多对市场营销的人告訴我说要做一个 blog，就是谷歌那边搜的话会容易。对，你们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很快，现在有好多不一样的免费资源，所以你们可以对，这20年以前很复杂。
对，我知道。那如果我们用 ChatGPT 写一些文章放在这个上面，对，是的，也会不会有伤害啊？还是没问题？那你要改的比较好一些，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的。对，对，不能说只是就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儿，还要改一改。对，你们的 Instagram 都也非常好，你们都有好多粉丝，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吉祥物和网站要有吉祥物。对啊，特别你们还有这个孩子的学生，我觉得看见之后，每一个人发一个吉祥物。其实现在大人都很喜欢这种吉祥东西，你要给我也会很喜欢这个，很可爱。对，我们老学生也很喜欢 Lex， 他们都要跟他拍合影、拍照。对，这是一个品牌的思维，我觉得有借鉴意义，真的是。对。那个 Max 回到 LTL 这个学校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如果听到我们这一集，他们真的很想到这个 LTL 报名的话，那他们会有几种方法可以报名呢？怎么建议他们联络到你们？然后怎么样的课程是你推荐的？比如说我要学中文，因为我们大树中文是教中文嘛。如果有观众想学中文，他觉得这一集他看完了，他想要跟你们联系，想要报名。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然后你可以推荐他们哪些课程呢？我们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课程，但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好的，我们有一个办公室在承德，在河北省。对，承德好多学生觉得我要看到熊猫，所以我要去承德。我们说。不是成都还是成都？对，不是成都。对，你应该去成都。成都是一个不是北京旁边。对，在避暑山庄是承德的嘛，对吧？对，山庄是的，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办公室在承德，因为承德没有外国人，所以是的，对，那倒是。对，所以我们的学生。不得不说中文，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对，还有我们不要建一个学校，因为如果我们建一个学校，学生在一起说英语，所以我们说一个学生在一个寄宿家庭或者咖啡厅，夏天的话，他们也在。外边学习，跟他们就不让他们跟其他外国人在一起，也不要接触，可以给他们放在一个没有英语的地方。对，当然有时候我们做有些活动，比如说他们想起我们教他们玩麻将在一起，但是只说中文，只说中文，所以对，我花了1个月在承德。在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水平进步比较多，因为我想在中文，我在中文想在梦，想在中文，我觉得用中文想，用中文做梦，对，都是用中文。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如果他们的时间比较少，那你可以去承德学习，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提高比较快。如果你去上海，那你肯定也会进步。但是上海有好多人说英语，对，咖啡店啊、饭店看到是外国人，可能服务员就自动改成英语。好多外国品牌，所以他们去 Starbucks、星巴克、麦当劳，然后看到别的外国人你是意大利人我也是意大利人。对，真的不能。LTL 的学生，对，除了 LTL 的学生，真的没有外国人。所以我同意这个选址真的很绝专门选一个没有外国人的地方。但是这个的确也很重要啦，因为我们都会真的会找到会说英文的，我们忍不住就会。而且承德他刚好在河北，那普通话说的很好。离北对，他们说的很清楚的，对，地道的。而且别的学校也不会选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多学校都也是选北京、上海这样。是的。但是有的学生选北京合成的，所以他们可以在北京
教新朋友，然后在成的进步他们的水平。有的也选上海、北京合成的，这个课程就他们可以换的，对吧？比如这个地方2个星期，那个地方3个星期。那我好奇，就是 Max 之前说过有夏令营，那这种一般的课程它是持续多久？像这种不是夏令营的这种状态的，去承德不是夏令营嘛，对不对？就是从1周到1年都可以，看你自己选啊，对，自己选。所以比如说，如果我刚刚辞职了，我有空有钱，我可以去北京、上海合成的9月3个月在北京，3个在上海，3个在成德。如果我的时间比较少，那我可以花了1个月在中国，2个星期在北京，2个星期在西安，比如说。所以你就可以变得灵活的。所以它不像大学似的，大学就说你必须这个时间，然后这几周。但是这个 LTL 就是你随便，你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随便决定。所以 Max，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课程其实是很有弹性的，学生要2周的课程你们也有，要1个月的课程你们也是有的，对不对？对。那 Max， 如果假设我是个外国人，我学了中文，但是我不确定我的水平到了哪里，所以我如果进入了 LTL 学校，你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评量方式，然后再建议我对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考试啊，或者是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水平之后，然后再帮我挑选合适我的课程，有这样吗？对，有时候学生发给我们邮件说我要学习中文，我要说中文，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水平，我不知道我应该去这个很重要。对，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选最好的。所以如果他们说我还没学习中文，那我常常推荐上海和北京，因为比较国际的城市。但是如果他们说我要1对1的课，然后我的水平是 HSK 3、4，那我们可以说，那你应该去成的，因为你要进步比较快，你的水平已经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花了好多时间跟他们发邮件在 Skype，有时候花了3、4、5个月，才能确定对，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太便宜的，所以他们也肯定会考虑比较多一些，会比较仔细一点哦。对，我还是有点好奇，比如说那学生到承德去上课，他是有1对1的课程，然后他是住寄宿家庭吗？还是住在哪里？寄宿家庭？他们可以选，但是在承德，我们总是说你应该住了在一个寄宿家庭。这个都是你们安排的吗？对，我们都安排那还可以找住的地方，那挺好的。对，那就是他们每天除了上课，还有一些别的活动吗？比如除了1对1上课，还有一些别的活动吗？所以常常他们4个小时有上课，4个小时上课，然后他们做有些活动，然后参观，对，如果他们住一个寄宿家庭，有时候他们可以在一起做饭，在一起看电视，对，发现别的地方，对，所以这个寄宿家庭的人可以带着他，对，因为真的不太国际的，所以常常学生要选可以说舒服的品牌，比如说舒服的 hotel，这样的酒店，但是真的不太一样，真的很。承德好像没有这样的酒店吧？对，所以他们常常跟我们同意说 ，OK， 寄宿家庭可以没有选择了，只能做寄宿家庭。那他们可以选，但是比较难安排，对。那 Max， 我想问，就是说，如果我选择上海或北京，
然后跟我选择承德，价格上是有差别的，对不对？我们的课程对一样，课程一样，因为承德总是1对1。在北京和上海，你可以选团体，1对1或给小班课，所以还是看课程的内容，对不对？对。哇，那我觉得 LTL 的服务非常的完善，很完整，因为它不只给你学习普通话的课程，而且还帮你安排寄宿家庭，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到中国整个规划的行程就交给 LTL 去负责。你就可以安心的学习中文，我觉得是蛮好的。对，如果你要去西安、成都和北海，这3个城市比较便宜的。那北海不错，北海也是广西那个北海是吗？对，在海边。我们发现了在北海有好多东北人，他们离开，因为太冷了。东北人喜欢去南边海边。是的啊，在这边我回来，我发现好多房子都空了，然后基本上都搬家到海南啊、广西那边。对，所以我们发现，在北海，我们可以教中文，因为好多人说东北话，东北的承德的东北口音对，所以我们几乎开我们的学校在北海，几乎做完很好，北海那边在海边也很漂亮，对，是的。你是说在西安这边也有？你们是学校还没开，对不对？没有学校，有办公室，有办公室，对。那学生要上课怎么上呢？寄宿家庭就是寄宿家庭那种形式，寄宿家庭和对，两个同学们在西安还有成都，但是我们可能明年可以开学校在成都和西安。对，因为冠状病毒，我们不停止我们的学校。对，要是没有这个新冠疫情，可能早就发展的更快了。对，其实我有一点倒挺好奇的，因为像这种游学项目，其实时间不会特别短，你去另外一个国家待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那像我们就是这种岁数，像我这种岁数，我觉得做这种事情应该比较少吧。大多数是几岁的，可能是20几岁比较多，或者40-50岁比较多。就像我30几岁应该比较少，我觉得可能都忙于工作比较多。从18岁到35岁，我觉得是最多的，对，最多的反倒是对。但是有孩子们，还有中年人，对，应该有。我记得上个月有一个人从芬兰，他应该45岁，还有一个法国人，他应该50岁，所以真的不一样。但是最大的是从18岁到35岁。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刚才因为听到这个夏令营，说是孩子们大多是这种华裔家庭的孩子比较多。我看就是你平常就一般的这个课程，他们这些你像说18岁到35岁这些人来学中文，他们去学中文是一个兴趣出发，还是有个什么目的？比如说因为工作呀，或者等等这些，想到中国快速提高一下。我很好奇，这些18岁到35岁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学习中文？工作吗？还是？我觉得，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是如果他们必须通过 HSK，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实用性的，为了留学吧，可能或者为了工作啊。对，我要去这个大学，我应该获得 HSK 4的水平。你们可以帮我们快速提高，对，所以我们就准备 HSK 4的材料明白，有的也是工作，所以比如说他们有出差在中国，我要说一点点中文，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很好。对，有的是学生真的非常喜欢学习语言，我现在会说
3个语言，我要学习韩语，所以对，就是也有挑战一各种下自己，真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通过 HSK 和工作是最多的、主要的最多对的啊。嗯，因为这个有比较大的动力。我觉得纯粹喜欢的话，去这么远去一个国家去学，我觉得比较少一些。对。但他们也有那个就是网上的课，那个 Flexi Class， 也就是这个课是怎么样的？要觉得太远的话，也可以在网上上。对，我们创建这个，因为病毒的话，但是我们有2个问题，因为第一个是，那所有的学生现在上网课，所以为什么学生选我们？因为他们都不一样。第二个是，如果我们要安排课的话，那如果有3个学生，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一个在时区不一样，时区不一样，这么安排，这个很难。对，所以你们怎么克服呢？对啊，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对，所以因为这2个问题，我们创建 Flexi Class，所以 Flexi Class 是一个24个小时语言的软件，所以你可以选一个语言，应该是普通话，然后你的水平 HSK 1、2、3、4，然后我们可以安排好。大部分的评论非常好，学生非常喜欢，因为现在学生会学习10个语言，对，跟 Flexi Classes， 就加入它可以学习10个语言，是这个意思吗？对，而且他们每个语言就是可能就是你这一天24小时你过来，你总是能找到你自己的时区的那个课。对，也是这种就是面对面的课，就是网上面对面的那种课程。小班课就是他有一个话题，然后你选这个话题，你进去之后，然后那个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讲，可以是小班课，就是如果2个人的小班课，如果只有1个人，那就1对1了，就这个。这是直播的类型的嘛？就实时的这种类型的，是不是？不是那种录播的视频。实时的课就是在线的，在线老师和老师，在线的老师和学生互动。我们也准备好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们不喜欢用书，因为话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比如说一个课是996，所以我们让学生知道996是什么意思。还有每天工作9个小时，连着工作6天，对吧？对，还有你们今天戴口罩吗？因为是很普通的，现在还有你下载小红书吗？所以这样还有热点小红书，对，所以这样的话题，所以学生觉得这样的话题很有意思。对，因为好多中国人说你下载了小红书吗？小红书了吗？对，所以我们花了好多时间，我觉得，一年准备这样的材料，但是学生，因为我们有一个 forum 在我们的网站，他们可以，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喜欢不喜欢。要问做什么 ？Max 也有告诉我，他给那个大叔 Mandarin 的观众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如果他们用这个 code 大叔 Mandarin，然后那个 Flexi Class 会有这个40%的折扣。但是只限于第一次购买，只有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对哇，40%的优惠很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 Flexi Class。就我们大叔有业配了吗？所以你们也可以使用 Flexi Class 学习别的语言。对，不只是汉语也有其他。对，特别是 Ben，我们下一个是语言应该是西班牙语，所以很好。所以 code 是大叔 Mandarin 大叔 Mandarin。code 就是大叔 Mandarin， 只要打进去就可以有没有空格，no space。那就很好哎，大叔 Mandarin。那很有意思。那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同学有福了。
只要打入大叔 Mandarin 就可以有40%的折扣，哇，很好的福利啊！你们别的除了中文还有别的什么语言？我都有点好奇。意大利语，刚才说了意大利语、越南有日语吗？有日语吗？日语有日语啊！大叔，你要让我看一下，学一个，然后我要问自己大叔 Mandarin 的扣，因为有优惠码嘛，不用白不用啊。是的。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下，所以普通话简体字和繁体字，上海话、台北话啊，上海话广东话、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第10个我忘了。但我没有想到上海话越南语，上海话专门还有一个对啊，上海话怎么教啊？有点难吧？哇。因为我们有老师们在我们的上海学校，他们第一个语言是上海话，所以对他们。但是刚才你还说了台语是吗？也有，还有对，有台语，有闽南语、台语，对，因为我们是一个语言，我们是一个语言学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语言很重要。我知道在中国，大部分的外国人要学习普通话，但是有的也想学方言，当地的人方言说上海话，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语言很重要。对，你真的在上海的话，很多人说上海话的，他们本地人说上海话很多。你在台湾会说台语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更亲近，更容易亲近，所以真的会当地的方言非常重要。对，学校比较小，但是有人要学习，肯定也有，对，肯定有这种学校。台语歌很好听，对，而且你想要长久在这个地方住下来的人，想要长久在这个地方住下来的人，他一定要学习当地的方言，非常重要。茶叔说以后我都不敢说脏话了，说台语都能被听懂。那 Max， 你们LTL 日后有没有规划要开设其他的语言？西班牙语嘛，刚才说了，西班牙语，他们肯定要把大语言都开设完了，他们对，所以在亚洲的话，我们要开学校在东京和首尔，对，还有在大陆，所以在成都和西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反正在 Flexi Classes，应该是西班牙语和可能是德语。对。但是对，总是改。有时候我们说应该是西班牙语，然后很多学生说我要学习台语，所以我们准备台语。就看学生有什么需求，你就开一个。对，感觉 LTL 好有钱啊！有钱啊！学生有什么需求就做了，到处开学校。对，这个师资要很多很多，而且这些老师也要去安排课程，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么多在首尔，这都是大城市开学校的话，我觉得成本也很高。对，在冰都的话，我们真的几乎。可以说土崩瓦解疫情在疫情期间是吗？对，所以这2020年的话真的很难。我真的不知道1年以后我没有工作，但是我们的团队都很努力工作，熬过来了，你们 survive 了，对，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现在比较少，在台北都倒了，对，所以他这种类型的就是基本上很少，在台北很少这种类型，我想不到第二家，除了 LTL 我想不到第二家，基本没有，在台北没有竞争对手。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对外国人来说，台北很方便，因为我们不能申请签证，我们可以进去。
在中国的话比较复杂，我们应该申请等于在台北可以不需要申请签证，免签，直接去对，免签的在台北免签，对，非常方便。对，英国人，我觉得欧洲人有90天，应该是90天3个月，90天，对，免签。但如果来大陆的话，你们也会帮助申请签证，是不是？就是对，我们会帮助，但是，对，如果是像看到中国的情况和台北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今年大部分的学生选台北，但是我们要更方便，机票还便宜一点，快一点嘛。对，机票也便宜，然后免签就差很多了，时间上就差很多。免签省，对啊，就方便呐，马上就去了。台湾好像对30几个国家。我们要鼓励学生去大陆，因为我们有好多员工在北京最大的学校，我们有17个教室在北京，所以也是有很多学生，因为他们中文不好，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找学校啊，怎么申请签证啊，怎么找住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一集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嘛，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途径。对，卞叔说的我同意，就是说，其实很多同学想要去台湾或者想要去大陆去留学，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他不晓得怎么办，看网站也看不懂，对吧？这个，然后也不晓得怎么找技术学校，也不晓得自己的水平，也不晓得课程，他只要全部交给 LTL 就会帮你负责处理到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顺利。然后你又可以学习到中文，我觉得这个 LTL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么多，独一无二的。因为我现在也想不到第二家。对啊，我们想不到这种形式，没有见过了。对，谢谢你们的夸奖。我们还要给 Max 取名字的，对啊，最后要给 Max 取名。对 Max，我觉得你虽然你这样常常出国，好像很爽，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压力一定很大。因为你们的业务做这么多，学生这么多，那个压力，我光想我就觉得 Max 你的人生压力很大，很辛苦，要处理好多细节的事。对啊，很复杂的事情你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3个人想到哪个字？我出差的时候，我的太太等我在这，所以对，但也很好。这个你是不是后悔过？你是不是后悔过？对，肯定会的。那这样更好，因为我们说这个小别胜新婚，就你们突然不见面，再见面的时候就突然感情升温啊。对，这个很难，因为我住了一个小酒店，1个月在一个很小酒店，所以我有时候就要回家。在我的床跟我的太太在伦敦比较舒服的，对，这个很爽，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太累，我真的太累了。是的，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毕竟是工作，不是出去旅游或者玩，因为有工作的任务。对，因为下班后常常我们陪学生和同事们去吃饭。做有些活动，所以我6点起床，然后应该12点睡觉，所以我每天一直对，你要常常参加这种活动，对，那种对啦，忙好啦，我也觉得人生忙一点比较充实。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觉得是有意义的，重要。而且的确 ，Max 你的努力的确，还有你们公司其他同事一起努力 ，LTL 现在真的也变得非常有名了我们这些中文老师都听过你们公司的品牌，是真的越做越好了。尤其我觉得疫情过后，你们这个真的是起飞了，名声越来越的起飞了。那我们最后让 Max 我们最后让 Max 开心一下，我们3位大叔来给Max 取个名字吧。我这边想到的是宏，那个宏大的宏，因为就是听起来这个霍宏啊，就是 LTL 要建这么多新的学校，感觉是一个很宏大的项目。就宏有这种伟大，有那种很壮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想到宏。那我想的比较简单，因为想的霍是我觉得可以选霍当姓。
但是他的名我也想在他的名在他的名字里提取，我给他一个思想的思，叫霍斯。马克思的思是吗？对啊，其实可以，我觉得霍斯也是感觉有点文化，对，霍斯。霍红斯呢？红斯，霍红斯也可以，霍斯红，霍斯红也可以。茶书呢？我本来也是想霍斯，但是我想的是斯文的斯，因为我觉得 Max 看起来比较蛮斯文。也可以。对，我觉得斯文的斯 Max 看起来就是很 gentleman，很斯文，对不对？对，所以我是想到斯文的斯，斯文斯更好。对，我觉得是斯文的斯。那这个好。我想到霍斯，斯文的斯。Ben叔想到的是什么？宏大的宏，宏伟的宏，大展宏图的宏。霍斯红，霍斯红可以是霍斯，或者是霍红，或者霍斯红，霍斯红是吗？灿叔是霍斯，是思想的思，思想的思。这样子 ，Max， 你那今天也可以是猴啊，也可以是猴，也可以对吧？或者或者和其实更好，荷叶的荷也蛮好的了。我觉得可以是和，那 Max 更好听。你听过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古时候的一个作者叫 Homer， 对不对？Homer 啊，对 ，Homer 对不对？那是不是英国的？那是希腊的。河马对，是希腊啊，希腊不是，那又变成河马了。是欧洲的，所以对，我觉得叫河就是先 Max 选一个姓吧，你是喜欢河还是霍还是侯？这有3个姓。有河有侯是吗？你更喜欢侯是吗？因为更像那个 hope 对吧？侯就是侯，还剩下侯红，那有丝和红，你想侯是这个侯，这个侯，对对，猴子的这个侯不是猴子的侯也，这个猴不是猴，不是 monkey 哦，不是，对，这是后的后，对，这是后，时候的后没有那一还有一个树，对所以丝，我觉得丝特别适合 Max， 因为那个斯文嘛，斯文就是很，就是说明这个 Max，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用急着决定啊，对，然后呢，我们3位大叔呢再多思考几个名字，我觉得意也不错，那个意就是安逸的逸。意就是那个快乐的那个意，对呀，那个兔子的兔加一个3个字听得会比较舒服。侯思义其实很好，这个名字好，这个听起来我的心，对，听起来我的心，对，那没关系，我们今天不要强迫 Max 决定了，因为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个要谨慎决定，不可以现在就决定。但是我得把我的刚才我们想的这个写下来，对，然后你可以复制一下。对，然后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观众也会对这个 Max 的名字有兴趣，想要帮 Max 取名字，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 Max 呢？这个 Max 今年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中文名字所以这个大家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让 Max 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中文名字，因为我觉得中文名字不能乱取，你取个张三李四那就不好听所以一定要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因为名字是跟着一辈子的我们今天不要强迫 Max 选择。好，那这个对，那这个今天非常感谢 Max 让我们这个听到了 Max 的故事之外，我们也推荐学生，如果还有这个 Lux 就是各位同学如果想要大型的各位同学如果觉得想要去中国留学或学普通话，或者来台湾到台北来学习繁体中文，我觉得 LTL 是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因为它会帮你处理签证的问题，还有这个寄宿家庭课程，也会检测你的中文水平。我觉得这样一条龙的服务，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那 Max，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未来的顾客们讲？我相信每天学习一点，你就会看到进步。尤其是在开学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都可以找到30分钟或者1个小时学习，所以看一些东西，读一些东西，说一些东西。如果你在路上，你可以听大叔中文；如果你在家里，你可以用你的Do Chinese 软件或者最好的 APP。如果你在看电视，那你可以看中文电视节目，听怎么说 radio，广播，听广播，对，所以如果你要游学或者夏令营，就去 LTL 去参加对，我要鼓励别人来到亚洲，但是如果你不能，每个人会找到1个小时学习，每天，这个是最重要，每天学习，坚持，对，1个月、2个月以后是你的习惯，没有问题。但是最难的时间是开学的时候，因为你觉得这个太难了，我不能学习，你真的可以放弃了。对，别放弃。没错。这是我的启发。没错，因为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万事起头难嘛，所以最难的就是怎么开始，然后再来更难的就是你要怎么坚持下去啊。所以我觉得LTL 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持续学习这门语言，然后有很多繁琐的程序让你会却步，不想学习，那你可以交给 LTL， 它可以帮你做这些相关的事情，也蛮好的哦。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Max，那这个有机会我们再邀请 Max 来跟我们多分享关于 LTL 的事情。那各位同学如果有留学的需求，签证留学，找寄宿家庭的，还有学习中文的需求，都可以参加 LTL 的课程，我觉得蛮好的啊。对，好，那谢谢 Max 咯。然后如果各位同学想要帮 Max 取名字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对啊，好，谢谢大家，谢谢 Max 咯，我们下次再见了啊。下次再见喽，下次再见喽，拜拜。